胄。福将红甲。贵爷爷知道这东西来历。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，天下曾有4大宗师，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红甲。前面拦着那个就是。可这福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，被人毛寒雕寺亲手剥了甲胄，这尸体和红甲都挂在旗上示众，这可做不了假。奇怪了，这红甲又是哪来的？会不会是福将红甲人的子女？不可能，天下红甲只有一副，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。我去试试。轮不到魏爷冒险。叔兄，李钱塘。借马一用，随你用。枪！咱俩谁先谁后，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。我的。还好，不是4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。谁说不是？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！这红甲出自龙虎，是上古战甲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红甲可以分成5具，对应5行：金木水火土。这是水甲，大雨倾盆，威力最甚。那2个打不过他的，叫他们让开。停手！回来！朝我来的。这就完了？福将红甲一化为5，确实不如归一时强悍，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。这都没死。虽身有死，这已经不算活人了。
神还是邪？这老头好强，我怕是对付不了。小舅子还真不好杀，硬杀没戏，再找机会吧。幸亏我练的是刀，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2剑，怕是落下阴影了，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。你的刀也不怎么样。世子和江南文坛闹翻了脸，京城那边应该放心让你接手北凉了吧？大事做完了，该聊聊小事了。怎么算小事？国运是大事，家仇是小事。他是谁？我家侍女啊。世子应该知道卢家和楚国的仇怨吧？这和他无关。世子只要把他留下，卢家会支持世子成为北凉之主。朝中若有风吹草动，卢家会给世子送来消息。一个侍女换一个家族，如何取舍？世子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是不难，我不换。你不劝劝他吗？小叔这些年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任何其他事情，我一定站小叔这边。唯独凤年的选择，我从来不劝。他选择什么，我就支持什么，不然怎么算得上姐弟呢？世子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把他拿下，我会亲自送你离开。我大概不是你的对手。世子只要把路让开，卢家会给你补偿。我也劝你一句：你敢动他，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卢家，说到做到。当年灭楚之战，卢家是死了一个嫡长子，但为这一个人，换家族覆灭，值得吗？当年要不是族兄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我明白了，那就战吧。嘿，走走。怎么？你也想继续变难啊？我等人。走开！我答应陈哥哥，在这等他的。这位先生，今日变难已经结束，请回吧。拦住他！
世子学武不久吧？是也觉得本世子太天才。确实是天才。王重楼虽然把大黄庭交给了你，但是他教不了你刀法精髓，武学心法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就有了大家气象。世子将来或许能成为天下前3之列。我也觉得卢先生剑法高深。既然大家彼此欣赏，要不然别打了，把人交给我，卢某自然收手。卢先生什么条件？之前说了，卢家会支持世子继位北凉。不够啊！世子请开价。徐骁6义子最可怕的那个是谁？你应该知道。陈之豹。卢家替我杀他，我把人交出来。陈之豹深得北凉军心，武功心术都是卓绝，不好杀。陈之豹不死，我怎么接手北凉啊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最好立个字据。卢先生可带了纸笔？寺内有。你们先出寺，找宁峨眉他们会合。报国寺被围了，出不去。唐熙剑心的剑术为剑。我还以为这外号说的是铸剑之术，既是铸剑之术，也是用剑之法。世子放心，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世子。绣青蛇，剑神把这个都传给你了，才入门，这也是你的极限了吧？谁？卢家私事，外人请勿插手。阁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以翘可挡，挥两步，建成手势。你能看穿人心。直刺，秋剑横挡。 后退3步，我偏要多退一步。我不会读人心，我只是说出了最佳的应对方案。是你自己非要多退一步。你扔出那颗石子的时候，就已经算好了我最后落败的这一步。 人心如炬，官子无敌。你是曹长青。我记得你那族兄，当年他就是死在了楚人的手里。如今我被你杀，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下杀手了。 只是昏迷。多谢曹前辈援手。西楚罪臣曹长青，参见公主殿下。 白洁要杀殿下，是为报仇，合情合理，所以臣拦他，但不杀他。然而，殿下千金之躯，徐凤年却当作侍女，此等羞辱，臣感同身受，无内如焚。殿下流落敌手至今，臣未曾得闻，是为重罪。有幸今日重逢，就用徐凤年人头。 替殿下解恨。你认错人了。殿下也许忘了，臣在宫中做齐诏的时候，见过殿下。虽然年数已久，可认错天下人，也不可能认错公主殿下。公主，公主您慢一点。小公主，慢点儿。齐战叔叔，你快来追我呀！ 小公主，别摔着，我来了。齐兆叔叔，殿下稍待，臣先杀此人。齐兆叔叔，他打我不错。殿下被蒙骗了。你不该在这里。你认识我？你母亲是大楚3000剑士之首，我自然见过你。晋安王把我当作棋子，刺杀徐凤年，但是徐凤年并没有杀我，他对殿下真的不错，并非欺瞒诓骗。 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，你已经死了。殿下还活着，实在是天佑我大楚。是父皇求徐骁留我性命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可以饶徐骁一次不死。
你真有这本事，这些年怎么从没去过北凉？兵者必时急需，北凉为兄弟，不可轻闯。你连皇宫都闯了，北凉之险，远胜离安皇宫。你怕北凉？哼！若知道殿下在北凉，我早就去了。殿下，这些年您受苦了。我其实还好。殿下看看还有什么要带走的？带走？带去哪儿？当然是随罪臣归楚了。西楚早就灭国了，可楚人犹在。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？当然，不仅仅是我。大楚幸存之事，已然汇聚蜀地。如今蜀地纷乱四起，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，他们绝望已久，他们在等公主带他们回家。不行，我不放人。我没问你，他是我的。谁是你的？让开！他要将你，我没让。换成是你也一样。我曹长青要带人走，天下谁能挡我？两袖青蛇，李淳罡。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不用你说。您不是被留在卢家了吗？你以为我老人家那么容易被骗呢？你一直都在。对上卢白金的2刀，马马虎虎有点样子，之后就乱七八糟了。带一边去，回头训你。今天就算是王先知亲临，也休想拦我。你老了，说这废话。齐赵叔叔，殿下，能不能不要动手？曹长青，听凭殿下吩咐。齐赵叔叔，我能不跟你走吗？公主殿下，如果您留下，只能是一个侍女。这样的身份，他会娶你吗？我没说要嫁他。等一下，既然不打了，要不别站在这儿说，找个地方进屋说。也好。青鸟，你去外面找魏爷爷和宁峨眉他们，让他们守住报国司，不要让人进来。我死之后，请世子放过4万那个小丫头。你为何会死啊？曹长青现身，蜀地乱局将起，天大的事情都被我听到了。我若不死，天理难容。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，如果你投入北凉麾下，就不用死了。我若走了，那小姑娘就没人照顾了。把她一起带去北凉。她爷爷瘫痪，加上重病，无法远行，所以老人家去世之前，我不能离开扬州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留下照顾她。留下。拿着，这些钱可以给老人治病，等老人病好些，雇辆马车一起来北凉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走？没架打，你留着也没热闹看。你就不怕我传扬出去吗？我要用你，就会信你。陈希亮，
见过主公，请主公在北凉等我。不管多久，北凉会等你。觉得这书生可用？可用。真不怕他卖了你啊？士族和寒门在扬州如天地之别。他若想要希望，就只有到北凉去。哥哥若是踏入历史的泥泞了，你愿意跟哥哥一起吗？只要爷爷没事，陪哥哥去哪儿我都陪着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等爷爷好起来，我们就离开江南。去哪儿呢？往北去。我有些明白，又有些不明白。哪些不明白？我不明白的是，心怎么斩？两袖青蛇说到底不过是剑气，斩内心根本做不到啊！总不能真对着自己心口来一刀。当年，这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。我创两袖青蛇之后，纵横天下，难逢敌手啊！自此起，便有了剑神之名。了不起。可我心底始终焦躁困扰，苦苦挣扎，难寻出路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两袖青蛇是不屈野性之蛇，可人性总有懈怠，有妥协。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份不屈之心，我的剑道也就走到了末路。所以我害怕、彷徨啊，仿佛绝路就在眼前，我却躲不开，也避不掉。我知道这绝路来自于我内心的恐惧，只有展开心底迷障，才能往前走下去。就像你刚才问的一样，那时候我天天都在问自己，怎么斩自己的心。您做到了。是的。只要将两袖青蛇的意境再上一层，才是我真正的绝学。它的名字叫做一剑开天门。隐约看到了什么？那是我用一剑开天门的真意在影响你，你看到的就是这一剑的秘密。你能让我看到幻觉？武功走到极致，从身到心，从改变现实到影响精神，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啊，有些高手光站在那就让你恐惧退缩，本质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压倒了你。哎，先不说这些，你在恍惚中看到了些什么？看到一剑展开天地，我有些不太明白。什么是天命？天命者，天道所赋之正理也。何为天人之道？君子当为天命，不为敬天，即央来至暗，潜而无形。所以啊，古人说要顺应天道，顺者吉，逆者凶。天道覆盖众生，人浮于天穹之下，渴望成就天人，而天门便是诸生成天人之路。过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众生。哼，可我偏偏不服。不服什么？不服天道能定人生，不服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无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。我李传刚终此一生就是一个人，探索天道却不臣服，寻自身路不为天人，
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，我李成钢皆以一剑斩之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吧？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这不屈在手，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，斩去心中畏惧阴霾，以此心澄澈，横渡凡尘。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当年您把一剑开天门练成了？练成了。那你怎么可能输给王仙芝？与王仙芝内战，我只用了两袖青蛇，没用一剑开天门。为什么？王仙芝天纵之才啊，我不想他就此陨落啊。那你宁愿自己说。当时如果我不杀他，我没把握赢。我有点犹豫，与王仙芝交手怎么可以犹豫呢？当然就输了。那应该再打一场啊。本来我是这么想的，在嬷嬷建议让一剑开天门收发随性之后，再与王仙芝打一场，那么大概就能既赢他又不杀他。但是这一场始终没打成，因为在那之后不久，我的人生就输了，我的剑意和战意全废了。人生怎么输啊？你都练成一剑开天门了。人不是武功高就能得到一切，就能过好一生的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那个人，被我亲手杀了。从那天起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你，不管怎么说，都过去了。世子，李前辈。世子，在营地旁捡到一个木盒子，里面是当年王妃玉符的消息。给我看看。不管是什么消息，别忘了斩向内心枷锁那一剑。斩向内心一剑，一剑开天门，那不是传说中李前辈的最终剑术吗？他传给你了？那不是剑术，是真意。嗯，真意。王仙芝那一晚也出现在京城，难不成是他对我娘出手？这盒子来路不明，未必是真的。你说这纸上画的是什么？好像是随意涂写的痕迹。倒是不影响正文，先不管它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刚才恍惚了一下。哦，你觉得这幅画什么意思？这画和这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你看这幅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是一幅普通的画。没什么，先往下看吧。又是你！
木盒子你给他的。我若回答你，你让我上去吗？上来杀他？不然我费这么大力做什么？不行。阳城人多眼杂，我不和你出手，但在这儿可不一样。我最后劝你一遍，我们可以合作杀徐凤年。哦。不好。哎呀，做人要讲道理啊！从内容上看，这里收集了不少证人证词。那一晚，王先知确实在京城。证词未必是真的。这里边提到的人大多还活着，想询问一下真假并不难。我觉得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就算王先知当时在京城，也未必是他出手。说实话，王妃当时虽然剑法神通，可王先知真要出手，他不可能活出京城。但至少说明王先知跟此事有关。这个木盒的突然出现，应该就是要你这么想。我明白。我这一行就是要去武帝城，到时候我看了这个心绪大乱，到时候直接对王先知出手，这借刀杀人的把戏就得逞了。世子明白就好。可这毕竟是找到一点线索，这么多年了，真相终于浮出一点来了。我保护黄满儿，保护大姐二姐，就是因为我答应我娘，我要替她守住这个家。我心里边我娘一直还在，她一直看着我呢。不能让我娘失望，我一定要找出害她的那个凶手。世子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线索，心里有点乱。北爷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儿，也不会冲动。你就让我一个人坐会儿，我好好想想前因后果。有什么需要，你随时叫我。好。这龙怎么没了？李前辈，魏爷爷。
娘。凤年，过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众生，可我偏偏不服。不服天道能定人生，不服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无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，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，我李淳罡皆以一剑斩之，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这不屈在手，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，斩去心中畏惧阴霾。你的天道！我有一刀，可斩天龙。我有一刀，可斩天人。
是梦啊。没想到吧？喂，还不叫人救你？你受伤了？在悬崖上跟人打了一架，问题不大。悬崖上人很多。嗯，多，都是来杀你的。你挺抢手啊。打伤你的人呢？下去了。最麻烦的就是遇上疯子。希望赵校长前辈说的都是真的。天都亮了，白打一晚上。走，吃早饭去。你还不叫人救你？我真杀你了。太阳要出来了。再过一会儿，会很好看。要不我们一起赏个景，再搏命吧。行啊。是很好看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梦见我娘了。她很好看吧？你这么好看，你娘一定也好看。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一直不相信她已经走了。我一直觉得她活在我心里。其实是我在骗我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在梦里跟我告别了，他走了，早就走了。只是我到现在才承认这一点。你在梦里跟他告别了吗？没来得及。今天的景色是很美，看在美景的份上，不杀你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？我不相信你就为了千两黄金。再见。来得及的。你说什么？说再见啊！只要你说出口，想听的人就一定会听见。
样。走啊！你在梦里见到的天龙就是这样的，仅凭几套纹路、一幅图形，就能让人入梦？只对你有用。准备这些的人应该对你了解颇深。这功法就只是为了让世子做个噩梦吗？这是借梦境毁去一个人心中最重要的屏障和依靠。你娘应该是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是，这是想从心灵上给你打击，让你崩溃绝望。你怎么扛过来的？我把他们斩了。要不是前辈告诉我一剑开天门，我恐怕斩不出这一刀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斩出这一刀的。扛过这一关，以后这类型的功法将无法再影响你了。可是，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送过来的呢？不管是谁送的，他还会再来。启程，去龙虎山。路过的，并无恶意。杀气还挺重，好盔甲，好刀法。不打了，能麻烦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动刀？我们认识吗？刚睡醒，脾气躁。这会儿呢？杀不掉，睡觉。阁下贵姓？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打路！打！驾！元庭山，
小姐，这是要回山？回山又怎样？还是别回了。你只是我轩辕家门客，敢拦我的路？我也是听令行事。听谁的令？老祖与古牛将大雪平亲传调令要我回山，轩辕家谁敢违命？你说呢？我爹让你来的。我若非要回去呢？回不去的。杀性都重，谁家有这般的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家问你话呢。要不然我不露面。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。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。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是你？你给我站住！老黄，放弃！温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、好生养，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。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，臭流氓！哎，轩辕姑娘好呀。哎，等等，姑娘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。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后会有期。蜀秀，魏爷，放心，他逃不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
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又跑了，逃袭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！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？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，不如同行。这一路可不好走。你徐骁儿子？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？这么看来，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辉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哪儿去了？过河了。多谢前辈。这是剑法还是暗器？36天罡桃木剑阵。桃木剑阵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把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不可能啊！我这全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的逃走。别装了，你又没晕。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。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！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。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大师傅，这一路为何转了这么多方向？别让人给堵上。会有人堵我吗？办事总要小心。那为何不快马加鞭？总要让马有休息的时候啊，不能跑一半把马给累死。大师傅，我看毛先知与李成刚，他们都快能飞于长空了。借真气而已。你能吗？你说呢？徐凤年也踏上归途了。这您都知道？我让人远远盯着，这一路歇息时，
都有眼线回报徐凤年的行踪。还用让人盯着他吗？要是我能成为蜀王，就可以不用杀他了。我一路在想，你说在武帝城时，徐凤年救你一命，这事儿确实说不过去。会不会是徐凤年知道咱们要去西蜀找兵？这密旨他怎么会知道？就算他知道，为什么要救赵凯？西蜀北凉可谓犄角之势，徐凤年是下一任北凉王，若是和蜀王联盟，那就真的安枕无忧了。这么说倒有点道理，还是说不通。徐凤年怎么可能远隔千里还知道朝堂对策？再者说，武帝城时，大师傅还没有来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去西蜀。不管怎么说，徐凤年都没有理由救你，这事儿透着不坏。所以我让眼线观察他这一路的行程。您哪来那么多眼线啊？活了这么多年，总该给自己培植些势力，这些势力将来都是你的。大师傅，若没有您，我活不到今天的。若没有你母亲，我也不会有今日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这些天眼线回报，徐凤年一行确实往北凉而去了。从路程看，他们就算想拦我们，也不可能。那就万无一失了。然而这些天，徐凤年始终在马车内未曾露面。是受伤了？不知道。您的眼线，总不能拦路查人吧？徐凤年一行快经过广陵了。我给广陵王赵毅传了消息。赵毅，那个家伙在藩王里也是恶名远扬，您给他传什么消息？也没什么，提了2处，一个呢是朝堂对徐凤年顺利的离开武帝城不是太欢喜，另一个呢，徐凤年身边有角色相伴。赵毅父子2个好色如命，您是想借赵毅的广陵军去试探徐凤年？可那家伙虽然臭名远扬，却也不是笨蛋。他真敢害徐凤年吗？为什么要害呢？大军吓唬吓唬徐凤年，让朝廷有点面子，然后顺带把那个丫头要走。一个丫头，北凉能说什么呀？徐凤年不会把人交出去的。赵毅又不知道徐凤年的为人。以他的处事，一个丫头还不如个物件。李前辈，赵毅的广陵军。
狄前辈，这怕是要过千了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就这事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、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，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，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。我受命离京，不在京城。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寺，我娘中伏那天，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但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。本来已经8九不离10，而武帝城一行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，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，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升天？
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了此事。她很了不起，可这样的大局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？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。徐家清楚玉兰，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怀疑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重大局，但我和徐骁不一样。杀母之仇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，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。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，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。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？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顾建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建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。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。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脉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驻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
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，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，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上阴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最好，听不到也不强求。没错，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重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。我还记得那时，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剑神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遇伏那一晚，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。可以谈。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顾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啊？江宁不是棋子，就算没有江宁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这是我们的船，你先上船。你也来了。往那边过河。骑龙像，姐弟4个都到齐了。虽然不会了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难怪你要帮轩辕家，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路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就你们4个，也想杀我？谁说只有我们4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，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
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
金刚经。可惜这样的天才，就要毁在今天了。广寒。 刀没丢吧？贼先擒王，两袖青蛇。什么是天命？过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人身。可我偏偏不服，不服天道能定人身，命运无法抗争；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先神。我手中剑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父亲，还是不要做此事吧。凤年，哥，去死吧！大黄金。
太阿加上李前辈接了一剑，借你一剑，下次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刚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他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即使你也一样，也是你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水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的不冤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
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祷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，谁知道呢？回北凉。凤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嗣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生杀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